這個頭梁可以支持大幅的彎曲，你看我都拉直了，什么耳机能这么拉？看一下这款耳机，如果你平时玩 CS、和平精英或者是绝地求生，都会遇见这样的情况，明明脚步声已经听见了，就是判断不出来敌人究竟在哪一个方向，结果总是慢半拍。作为一个评测耳机10多年的独立视频创作者呀，最近几年我接触不少游戏耳机，那最近上手的这款 Team Max 猎鹰1代体验下来呀，发现不错，想分享给大家。这个耳机除了本体外，它还附送了这种3.5的麦克风和耳机的分频线，除此之外，它还是可插拔麦克风。如果你再加一点预算，可以买它的游戏耳机专用声卡板，这个是 USB 接口的。不管你是台式机、笔记本还是什么游戏设备带 USB 口的都可以接，当然它本身也是 3.5mm 接口的，也是很通用的，属于即插即用，兼容性那是拉满。作为一个专攻 FPS 的游戏耳机啊，它这个里面用到的是 53mm 毫米的铝磁驱动单元，它的调音是针对游戏调音的，对脚步声、枪声、环境声这些細節是專門做過強化的。實際玩下來，你會感覺腳步捕捉距離會更近一點，左右前後遠近的層次清晰，聽聲辨位，那確實是比普通的耳機要輕鬆不少。像我和我弟弟同時玩遊戲，他不戴這款耳機，我戴這款耳機的時候，每次都是我先聽到腳步聲和槍聲，這個是真的。一個玩這種遊戲需要聽聲辨位的，真的是相當於一個物理外掛的感覺。再配合它 USB 的聲卡呀，這裡邊它是可以一鍵開啟 7.1 的虛擬空間音效。像玩三角洲、無畏契約、CS 這類型的，你把它打開，感覺整個聲場都變得更加的開了，空間感更立體，敵人的方向更加的容易辨識。那對於剛接觸 FPS 的新手來說呀，可以更加容易的建立一個聲音定位的習慣，並且這種耳機它採用有線的連接方式，沒有無線耳機那種需要編碼的延遲和信號的干擾，聲音反饋更加的直接。這也是很多職業電競選手一直堅持用有線耳機的重要原因。佩戴方式呢，它有一個很大的亮點，你看這個頭梁加上耳罩，它全是用蛋白的材質，裡面是加厚加軟墊，你看哇。這個頭梁可以支持大幅的彎曲，你看我都拉直了，什麼耳機能這麼拉？掰開之後它還能輕鬆的回彈啊，所以就做到不壓頭不卡耳。哇，這平時拿它當臂力器也不錯啊。當然它照臂力器的那個勁兒還是要小一點的。所以它的大頭小頭都適用。這個我是連續的佩戴呀，我還有一款黑色的，平時我都戴黑色的，這白的給大家試戴一下啊。就大小頭都適配，你戴個幾小時都沒有那種特別悶耳的感覺，也不會感覺耳朵疼。整個耳機的重量控制是比較不錯的。很多耳機它是壓在你耳朵上的，這個大耳包有個天然的優勢，像我這種標準的不大不小的耳朵就可以剛剛好的是，它是把這個耳朵包在這個圈裡的。其實這一圈蛋白皮它都沒有壓在整個耳廓上，把這個耳朵扣在裡面啊，這是2米的編織線。像機箱有些玩家喜歡放在地上的也不會影響。線材也是耐彎曲、耐插拔，接口採用鍍金工藝。連接穩定，不易出現那種雜音。音量調節啊，它是直接的在耳包上，在這邊調節，更加得心應手，也避免在胸前晃來晃去。麥克風也是可以拆卸的，因為有些時候不需要開麥的時候，你前面掛個麥克風也是挺礙事的。但是有些時候你又需要這個麥克風直接貼在嘴上，它傳導的聲音是比那種在線上在外面飄着那種麥克風收音效果要來的更加的上一個台階。這個麥克風啊，在實際開黑語音也是比較清晰的。這個耳機最大的優勢，它其實不是說對一些參數，而是說在100元的價位當中，把聲音定位、佩戴舒適度、做工用料都做得很均衡，可以說是100元當中的一個6邊形戰士。如果你說預算卡到這個位置，又需要常玩 FPS， 那這個價位裡真的是性價比很難找的一款。可以說，如果單論性價比，可以排到 T0級別的一款。這一期呢，視頻內容就到這裡。如果感覺內容對你有幫助呢，不要忘記點讚、收藏。我們下一期再見。